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由谷歌 AI 团队开发的多模态大型语言模型 Gemini。它不仅仅是一个能够流畅对话的聊天机器人，更是一个能够理解、操作和结合不同信息类型的智能伙伴。无论是要撰写邮件、生成创意文案、分析复杂数据，还是寻求信息、规划行程，甚至进行头脑风暴，Gemini 都能提供高效且富有洞察力的帮助。它拥有卓越的逻辑推理、指令遵循和多模态能力，还能以更自然、更直观的方式与你互动。借助 Gemini 就可以解锁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激发无限的创造力。快来尝试 Gemini，感受 AI 带来的无限可能吧！使用 Gemini 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最简单的，你可以直接在 Chrome 浏览器中输入 符号，然后 @Gemini，并输入你想要的问题。最常用的方式是直接访问 Gemini 的网址。需要注意的是，你在使用 Gemini 之前，必须先登录你的谷歌账号。第一次来到 Gemini 的网址，在屏幕下方会有一条欢迎信息，以及相应的注意事项，提示你和 Gemini 的对话及聊天记录会受到审核。在仔细阅读后，你可以关闭这个信息。然后下面就是最重要的和 Gemini 的对话提示窗口。在这里，你可以向 Gemini 提出任何问题。在对话提示窗口的左上角是一个下拉菜单，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当前可用的 Gemini 模型，目前是4种选择。第一个是 Flash 模型，它是一个通用的快速模型。对于免费用户，它没有使用数量的限制，所以默认我会选择 Flash 模型。第二个是 Pro 模型，它是一个更专业的模型，更注重于推理、数学、深度思考和编程等。它对于较复杂的问题会有更好的表现，只是对于免费用户，它有每天使用数量的限制。第三个是个性化模型，它会根据你以往的使用习惯，提供个性化的帮助。第四个是升级到谷歌 AI Pro， 升级的话是第1个月免费，以后每个月是$20。AI Pro 能够提供更多的访问次数和更多的 token， 也能支持更大的文件。不过 Gemini 免费功能已经非常强大，我们就先从免费版开始。接下来我们就来让 Gemini 给我们写一篇分析文章，分析一下当前市场主流 AI 模型的优缺点。要求500字以内。Gemini 很快就给出了答案，几乎没有任何延迟。如果你觉得文字太短了，你可以修改你的要求，点击这个修改文本这个按钮，修改你的要求。现在我要求1000字以下，更新一下你的要求。Gemini 立刻就响应了我的这个要求。很明显，这一次这个文章变长了。如果我们对 Gemini 的输出结果满意，我们可以点击喜欢或者不喜欢，也可以点击这个让 Gemini 重做。我们还可以分享 Gemini 输出的这个文章，点击这个分享和导出按钮，点击分享对话内容，这样它就生成了一个链接，
有了这个链接，我们就可以在任何地点和任何人分享这篇文章，还可以转发到任何社交媒体。也可以简单的点击这个复制按钮，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这个文章粘贴到任何需要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讲解一下 Gemini 的核查回答功能。为了应对 AI 大模型的幻觉问题，避免 AI 提供虚构的信息， Gemini 提供了核实回答的功能。通过点击这个文章最下边的这3个点，再点击核查回答， Gemini 就能通过谷歌搜索来查找它给出的陈述中相关的内容。在完成核查后， Gemini 会在输出的文字中以绿色表示它找到了佐证该陈述的事实，并给出链接。点击向下的这个箭头，就能看到它给出的链接。同时 Gemini 还会以粉色表示找到了违背该论述的事实，并以同样的方式给出链接。Gemini 不仅能帮助我们生成文字，还能帮助我们阅读文字。例如，我这里有一份国家开发银行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我想让 Gemini 帮我总结一下文章的内容，并提炼出文章的观点。我们就先点击这个加号来添加文件，然后要求 Gemini 总结一下报告的内容，并指出报告的观点是什么。同样的， Gemini 也很快给出了答案。这边是报告的观点，非常有效率。Gemini 除了能够阅读文字，还能阅读图片。我这边有一张图片，我要让 Gemini 导出图片中的数据。同样的，点击这个加号来添加文件，然后要求 Gemini 导出图片中的数据。很快，图片中的数据就导出来了。我们可以将数据导出或者复制到任何应用软件中进行进一步的处理。我们还能要求 Gemini 把这个表格的行和列进行对调，非常的方便。Gemini 还是一个强大的图片工具，它可以生成照片。例如，我要求 Gemini 生成一幅穿着红色连衣裙的美女照片，背景是在北京故宫，天气蓝天白云。很快的 Gemini 就生成了一幅我需要的照片，并且还可以下载。Gemini 与谷歌自家的 Workspace 应用产品能够有更好的互动。要启用 Gemini 与谷歌 Workspace 的交互，我们需要来到设置菜单，选择应用，在工作效率这一栏中，打开 Workspace 应用的授权，选择关联。这样我们就授权了 Gemini 能够访问你的 Workspace 应用账号和相关的信息。当然 Gemini 还能成为你旅行出差的助理，协助你查询机票、酒店、规划行程。同时 Gemini 还能关联你的媒体账号，为你在油管平台上探索答案，或者在 YouTube 音乐平台上协助你发现心仪的音乐。一旦你打开了这样的一个授权， Gemini 就能够访问你的应用账号，
并获取你的账户信息。这样，当我们回到对话框，输入 符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谷歌应用，你就可以选择你需要 Gemini 进行互动的应用。例如，我想在谷歌 Calendar 上创建一个日程安排，请为我创建一个明天下午2点，为期1个小时的周会日程。它就为我创建好了一个周会的一个日程安排。我也可以让我 Gemini 帮我查一下我的下一个日程是什么，它就会提示刚才我创建的这样一个会议的一个日程安排。我们接下来可以用油管再来做一个测试，输入@符号，选择 YouTube， 我们让 Gemini 通过油管找到小白学技术这个频道的所有节目。很快，他找到了我的频道小白学技术的链接，点击链接，我们就能找到所有的相关的我的这个频道的视频。我们来复制一个视频的链接，然后回到 Gemini， 然后我们继续来到 Gemini 的对话窗口，输入@符号，选择 YouTube， 我们让 Gemini 来汇总一下这个视频 YouTube 视频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并附上视频的链接。很快，它就把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给提取出来了。你都不需要完整的去看这个视频，非常的方便。接下来我们来尝试一下这个 Canvas 的一些功能。简单来说， Gemini Canvas 是一个内置于 Gemini 的交互式协作空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个智能的数字白板或笔记本，你可以在上面与 Gemini 一起实时的创建、编辑和迭代您的想法。它可以用来创建文档和程序代码。我们来交给 Canvas 一个任务，首先点中 Canvas， 然后请它给我们设计一个导航页。这样我们交给 Canvas 一个题目，请它给我们设计一个导航页，列出当前主流的20个新闻网站，还要一个搜索栏，用于搜索列出的新闻网站。很快 Canvas 就生成了程序的源代码，在代码窗口中展示。代码生成完以后，它自动来到了预览窗口，这个就是它生成的导航页的一个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完全的根据我们要求列出了主流的一些新闻网站，同时我们还可以在这边进行搜索，真的是非常方便。有了这个 Canvas， 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编程基础，就可以生成简单的一些程序代码，非常有用。Canvas 不仅可以编写代码，还可以和你共同创建文案。我们来使用 Canvas 生成一份报告，题目为当前各大 AI 占据市场份额的分析。它很快就在左侧窗口中创建了一份报告。我们可以在这个窗口中对这份文件的内容和格式进行修改，也可以分享和导出这份文件，还可以修改文件的长度，让文件看起来更简洁或者更具体，还可以更改文件输出的语气，让它显得更随意或者更正式。我们还可以只提出修改意见，
让 Canvas 根据我们的要求来修改文章。Canvas 修改好文章后，还会体贴的把所有修改的内容一一标注出来，让你确认是否采纳 Canvas 所做的修改。你可以逐条的进行确认，也可以一次性的全部采纳，功能非常的强大。Gemini 还新推出了一个 Gem 功能。Gem 并不是一个独立的 AI 模型，而是用户自己创建的定制化的 Gemini 版本。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智能快捷方式或专属 AI 助理。通过创建 Gem， 你可以让 Gemini 记住特定的指令和偏好，这样它就能在特定的任务上为您提供更精准、更高效的帮助。谷歌已经预制了一些 Gem 的模板，你可以从模板创建，也可以重新创建一个新的 Gem。Gem 的主要目的是省去你反复输入相同背景信息和指令的麻烦。想象一下，你每次想让 AI 帮你规划健身，你都得先说一遍：我每周只能锻炼3天，每次1小时。我的膝盖不好，不能做剧烈跳跃。我的目标是减脂。这样的话会很繁琐。有了 Gem， 你就可以创建一个名为我的健身教练的 Gem， 把上面的所有要求一次性写在它的指令里。之后，你只需要对这个健身教练说：帮我规划本周的训练，它就会自动遵循你预设的所有要求。让我们以健身教练为例子来创建一个 Gem 吧。起一个名字，我的健身教练。Gem 的指令我们可以分4个方面来填写。第一部分是角色，告诉 Gem 你担任的角色。第二是任务，告诉 Gem 你需要做什么。第三是一些语境和上下文的一些条件，在这里我可以把它理解成我的健身的要求。4是输出的格式，希望 Gem 输出的一个格式是什么？在这边就是我的健身计划。如果你对编写 Gem 指令不是特别了解，你也可以让 Gemini 来帮助你。点击这个按钮，使用 Gemini 重新撰写指令，它就会根据你的提示重新撰写 Gem 指令。除了指令，我们还可以给 Gem 提供相应的知识，以方便 Gem 在我们提供的知识下更好的工作。例如，假如 Gem 是一个询价师，我们可以给他的知识添加价格表。如果他是咨询师，我们可以提供常见的 Q&A 清单。这样的话，我们创建的 Gem 就能在我们规定的知识框架下回答问题，会更有针对性。这些都准备完后，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测试，让 Gem 给我制定周健身计划，看看是否符合我们的要求。很快，这个健身计划就制定好了，它很好的响应了我的要求。例如，每周3次，每次不超过一个小时，而且他还注意到了我的膝盖不好，所以他安排了对膝盖更友好的固定自行车训练和下肢稳定强化训练。如果这一切都符合你的要求，那我们就可以保存这个 Gem。这样，我的健身教练这个 Gem 就创建完成了。以后每次制定健身计划，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开我的健身教练这个 Gem。
而不需要每次都重复输入同样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当你在使用中，如果发现需要有修改的地方，也可以点击这边的3个点进行修改。这样在多次优化以后，我相信你的这个 Gem 会越来越符合你个人的要求。另外，谷歌还特别为开发者设计了一个集成开发环境，叫做谷歌 AI Studio。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开发环境中更方便地使用 Gemini 强大的功能。由于篇幅关系，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我会再做一期视频来专门介绍谷歌 AI Studio。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评论和转发。我会经常在我的频道给大家分享有用又有趣的经验和知识。如果你不想错过我的更新，请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